言承旭和许若涵的夏花21岁上演了一部囧情热血剧《还珠格格》。46岁的言承旭和25岁的中国新生代女演员许若涵在新爱情剧《夏花》中上演了一场暧昧又热血的戏码。两人的年龄差没有 CP， 被网友调侃，却是小了3岁的萧言承旭。因2001年木偶剧《嫁错花轿》而走红的43岁女演员黄奕，居然在剧中与许若涵饰演母女，成为言承旭的婆婆法律。网友看不下去，言承旭和黄奕像一对夫妻，许若涵更像他们的女儿。夏花改编自作者太后所著的《她站在灿烂的夏花里》一书，故事描述了一个身患重度白血病的豪门少女何然许若涵氏。一天，她在一家美容院遇到了一位神秘女子，33号先生对她一见倾心。后来，依靠美容院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，她发现自己就是小韩言承旭，是一个住在小渔村的粗野园丁。为了了解他，他假扮绘画老师，两人不断打情骂俏，两人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。何然黄奕是的妈妈发现女儿恋情后极力反对，却把她越推越远，最后倒在小韩的怀里，不再回头。言承旭不同于以往，这次他在夏花中继续秀肌肉，虽然比不上吴磊和王鹤棣年轻的体质养眼，但依旧话题度十足。很多网友都认为他有突破自我的勇气，可惜没有和女主在一起。许若涵的仙女气质有点不协调。有网友分析，女主何然出身豪门，怎么会是第一次见到肌肉男萧寒就上了瘾，想要疯狂爱上他，而这个人依旧是半百个中年熟男，与一向喜欢韩系帅气的普通少女的审美标准大相径庭，显得有些说不过去。黄奕在《夏日繁花》中数次与言承旭对峙，剧中他将身患重病的女儿捧在手心，无法接受女儿的搭档是比自己年长的成熟男人。承旭这一幕看起来颇为戏剧化，但不少网友纷纷在下方留言在一起，他们觉得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看起来更合适。2001年，黄奕和聂远因古装木偶剧《嫁错花轿》走红，随后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，其中包括电视剧《卧虎藏龙》、第3部《还珠格格》、《末代皇帝之妃》、《当家主母》等作品。除了嫁错花轿之外，她最广为人知的是她在《还珠格格》第3部中饰演小燕子。对于黄奕在夏花中说承旭婆婆的话，网友纷纷表示，黄奕和言承旭更像是一对。这部电影其实可以拍成妓女和继父的禁忌之恋，感觉有道理，有点难看。夏日花言承旭卖肉，你能不能别秀肌肉了？黄奕比许若涵和言承旭更有 CP 感。张若昀、汪洋在《庆余年》中的革命情感成为经典。新剧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联手揭秘百年诈骗案，惊艳全网。由中国一线演员张若昀主演的烧脑古装剧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正在热播中。在剧中，他与汪洋共同揭露了一起百年大案，不少网友惊呼，根本就是《庆余年》梦幻联动。2019年《庆余年》播出时，张若昀饰演的男主角范闲与汪洋饰演的滕子京有着宿命般的友情。滕子京原本是要刺杀范闲的杀手，两人在机缘巧合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而滕子京最终也为范闲惨死。再次联手维护正义，让网友们颇为过瘾。张若昀在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中饰演数学天才帅家模，而汪洋则饰演狠毒的打官司程仁卿。两人在戏一开始就对峙起来。程仁庆原本是个前程似锦的才子，但考卷却被家族子弟暗中交换，对方甚至因为追不到程仁卿的爱妻而污蔑他出轨。他眼中最看不起的打官司，谁出钱就帮谁上法庭打官司。当初他接受土豪贪官的委托，以揭发诈骗案为由，试图将帅家模当庭贬值。后来随着案件的发展，他在帅家模身上看到了追求正义的热血与执着，逐渐觉醒了理想与热血的自我，最终与帅家模联手揭开了一起百年大案。程仁庆的心路历程其实和《庆余年》中的滕子京有些相似。滕子京原本就是刺杀范闲的凶手，斗智斗勇后
两人成为红颜知己。最终，滕子京惨烈牺牲，范闲在悲愤绝望中激发出体内的霸气，与敌人周旋。滕子京的惨死成为范闲的关键原因。西安的黑化，庆余年终生于死的永恒，让不少铁杆粉丝落泪痛惜。这次他们又可以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再次搭档了。梦幻联动让网友大跌眼镜，网友热议张若昀和汪洋合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揭开百年诈骗案，议论纷纷。当年看庆余年的遗憾被治愈了，让我想起了庆余年里的范闲和滕子京。帅家墨和程仁庆的互动，简直就是庆余年中梦幻般的合作。滕子京战死的时候让人哭，家墨和程仁庆的合作让我想起了当时的感觉。时隔5年，张若昀和汪洋的合作真有种庆余年续集的感觉。